这敢想活了800年的变异物种，竟然在一片森林里突然炸开了锅。一位母亲带着他们的孩子们，拼命地躲避着这位突如其来的怪物。只是奇怪的是，母亲却选择拿出一条绳子，将3人牢牢地拴在一起，随后便仿佛有了某种魔力。尽管怪物在一旁四处打量，好似随时都要吞噬他们，不过很快就发生了神奇的一幕。男孩一抬头却什么都没有。突然之间，这片森林里一片安静，甚至安静的有点令人毛骨悚然。这是一片被诅咒过的原始大森林，所见之处可能皆是白骨，而想要在这种地方能活下去，那只有仅剩的一个办法，就是母亲手上的这条粗麻绳。在出门之前，他们必须牢牢拴住自己，而之所以这么做也别有原因，因为绑在身上的这根绳子连接的正是他们家中的古宅。如今母子3人被森林层层包围，每天只能靠着他们打猎为生。尽管外面还有无数怪物飘荡，但好在麻绳有来自古宅的庇护之力，只要绳子没有脱离他们身体，那这些怪物暂时还就不敢靠近。只不过这绳子显然有些过于累赘。这天弟弟迪克在外面寻找食物时，仅仅只是一个转身后，麻绳就被树枝缠绕的无法拉动。也就在他准备解开绳子时，后面的哥哥杰夫及时出现，赶紧让他停止动作。要知道一旦解开麻绳，那怪物必定会随时出现。没办法，迫于来自哥哥的压力，兄弟2人只能准备往回赶路。只不过这位弟弟显然天生反骨，没走几步路就开始挑衅起杰夫。他声称母亲平日里要更爱自己多一点，可为聊天后的杰夫都不想搭理他。见此一幕的迪克却一脚踩在了麻绳上面。不仅麻绳在翻滚中脱落，脚踝还不幸被树根折断。等到杰夫发现绳子已经脱落时，边上的怪物已从土里爬了出来。好在这时母亲黛西及时赶到，和弟弟一起将哥哥拉到一个山坡。等到怪物爬上来之前，母亲已将儿子们拉到一起，绑好了有庇护之力的麻绳，他们这才能有惊无险地躲过怪物。回到家后，母亲怒火中烧，她让2个儿子趴在古宅前进行忏悔，指责他们不应该私自弄开麻绳。要知道一旦被怪物侵蚀，那一家人也会受到牵连。在做完了忏悔后，母亲扶起杰夫，对受伤的脚踝进行了医治。要知道母亲之所以如此严格，也全是为了在这片森林活下去。处理好脚踝后，黛西便开始修复麻绳。这期间怪物仍然没有放过他们，在古宅的庇护之外死死盯住。等到晚上一家人开始吃饭时，孩子们不明所以的大口咀嚼。黛西见此格外的担心兄弟俩，为了警告他们，母亲说起了个故事。在很多年前，母亲独自走在森林里，突然有个小女孩发出呼救声。当时小女孩也是被树根折断了脚踝，但母亲心里非常清楚那是怪物的化身，因此没有解开麻绳前去营救，任凭女孩在森林里化作白骨。可这些年她时常还能看到女孩身影，这也就是说怪物从没有放弃过。兄弟2天后也被吓了一跳。等到一家人吃完了饭之后，母亲便会照例打开古宅地窖，他们每晚都会在里面祷告1小时，祈求古宅继续庇护一家人。不过长久以往，弟弟迪克有些受不了，身为反骨仔的他回到房间便开始搞事情。他质疑母亲对怪物的事情过于偏执。迪克猜测所谓的怪物或许不能造成伤害，只是母亲有些过度紧张罢了，并且根据母亲自己亲口所说，当年就是他解决了被侵蚀的父亲，没准哪天亲手解决了兄弟俩呢。可哥哥杰夫却认为迪克在胡扯，母亲解决父亲那也是为了保护他们。也就在2人一番讨论时，在门口守望的母亲听到了异常。突然一个人影从森林走了过来，定睛一看，居然是死去的丈夫。黛西知道一切都是幻象，所以并不想搭理，可丈夫却一直在祈求着她，让黛西将兄弟俩送给自己当食物。I'm gonna make you eat your breakfast. Joe! 第2天，一家人在培育着蔬菜，可母亲黛西在低头栽种时，迪克发现了她后背的异常。这满背的刺青显然有人帮忙才能完成，可母亲却一直告诉兄弟俩这世界没别人了。或许是为了安全才说出这样的话，又或许母亲真的以为世界没别人了。她只能安慰儿子这是很多年前完成的，那时候怪物还没有侵蚀世界。迪克也只能半信半疑的相信。接下来一段生活时光飞逝，时间很快来到了冬天。由于冬季外面的资源匮乏，他们的存粮也开始日益耗尽，如今只剩下1颗腌制大蒜足够分配。身为母亲的黛西将大蒜分给兄弟俩，转头自己只能靠减少体力来维持。到了晚上只能早早的入睡，肚子都难以填饱的黛西身心疲惫。可此时在她的身后却迪克居然呆愣目视着前方，眼神里仿佛没有任何光芒。等到母亲上去确认后，才发现原来是迪克没有带自己的铃铛，没有睡好，所以才导致了梦游。第2天，一家人绑好绳子出门，如今他们只能靠着瓜树皮维持。可也就在此时，迪克的身后突然传来了怪物的叫声，但回头一看却又什么都没有。等缓过神后，哥哥和母亲都消失不见。也就在迪克疑惑时，麻绳突然飞速转动，好似有人拖拽一样将他拉到森林里面。此时麻绳的尽头居然变成了一座枯井。等到快要坠入枯井时，白天瞬间又变成了黑夜，而且还回到了古宅的门口。
正当迪克目视前方时，母亲一把拖住迪克，这才从地窖里醒过来。原来母亲为了惩罚迪克没带铃铛，所以才将他放进了地窖。要知道，如果梦游到森林里可就糟了。直至迪克被吓得裤子都湿了，母亲这才认为他长了记性。但回到房间里，迪克越想越气，他鼓动哥哥现在应该解开绳子，去森林外面才能找到吃的，否则的话一家人很难熬过冬天。也就在两人又在房间里讨论时，他们不知道此时的母亲早已饿得前胸贴后背。第二天，迪克绑着麻绳和狗狗在门口打闹，母亲黛西显然已经想出了对策。回到房里，她从盒子中拿出一个相机，再喊来兄弟俩一起观摩，借此让兄弟俩体验一下新鲜的东西。等到他们玩得不亦乐乎时，母亲趁机提出对狗狗的盘算，她直言再不行动，一家人都会没命。然而听后的弟弟迪克当场不乐意，狗狗几乎是他多年的玩伴。迪克指责母亲现在变得愈发残忍，两人一时间开始针锋相对。哭泣中的杰夫带着狗狗直接离开了客厅，来到门口紧紧抱着不让母亲伤害。可面对冬天食物的匮乏，母亲此时也顾不了那么多了，索性将狗狗直接抢了过来，带到一旁的小木屋里准备解决。然而就在他快要动手时，母亲的身后传来迪克的声音。此时的他已经拿来一把刀子，朝着麻绳直接。被砍掉麻绳的黛西还在木屋里，而在外面的迪克早已呆愣住，彻底被情绪激动的黛西所吓到。好在此时哥哥杰夫从身后及时赶来，两人一起在草地里拼命扭打着。而母亲见状，赶紧砸开玻璃，准备出去阻止打斗的兄弟俩，可却未料准备翻出窗外时，他的身后怪物早已出现。为了避免自己被怪物侵蚀，从而伤害到自己的孩子，黛西只能靠拿着玻璃碎片，自己亲手解决了一切。等到门外的兄弟俩打斗结束后，哥哥杰夫一推开门，已经被眼前的一幕吓傻了眼。而另一边的迪克缓慢站了起来，直至看见母亲躯体的那刻，他才心有余悸地将麻绳牢牢拴住。不久后的他们只能独自生活，每天靠着母亲的照片睹物思人，但兄弟俩依然面对着食物匮乏。哥哥杰夫很快就被饿得站不起来，眼看现在已经没有人能依赖，迪克只能将麻绳延长一些距离，去更远的地方为哥哥寻找食物。但苦寻多天仍然没有任何发现，直到这天他穿过一片森林，来到了一片满是落叶的马路上面。可由于麻绳不够长，迪克无法继续前行，看着远处似乎通往某个方向，迪克尝试着大声呼救，可始终等不到任何的回应。正当迪克收起麻绳已经到家时，身后一个男人突然叫住了他。原来是听到了迪克的呼救，男人特意赶过来查看情况。他自称是个旅行者路过，并且他的背包里还有一些食物。正当男人要拿给迪克时，一旁的哥哥杰夫拿着弓弩前来，他质疑男人肯定是怪物的化身，并威胁不要靠近这座古宅。此时的男人立刻有些慌了，准备悄悄地往森林里走去。然而旅行者当场倒地，但趁着兄弟两人都在呆愣时，男人艰难地爬向远处，伺机站起身子逃离了古宅。迪克见此赶紧追了上去，跟随着男人掉落的靴子，迪克很快就在前面停住脚步，发现男人已经躺在了地上。等到迪克走上前一看，却又看到男人居然在打着报案电话，但迪克哪知道什么是报案，只管拿走背包里的食物。回家后他将食物全部倒了出来，来不及顾别的，只管大口咀嚼。此时一旁的哥哥杰夫缓缓走来，他指责弟弟是拿了怪物的食物，很有可能会被怪物侵蚀。面对弟弟伸过来食物让他品尝几口，杰夫表示宁愿饿着也不会吃这些。然而饥饿感很快便击败了他，杰夫深夜还是悄悄拿起了食物。此时的他再也不想什么怪物了。吃完后他又倒鼓起背包里的东西，看着旅行者和女儿的照片，杰夫的内心似乎产生了一股愧疚，难道自己真的错怪了好人？随后他又在背包发现一个手电灯，也就在杰夫在拿着手电灯把玩时，他忽然听到母亲死去的木屋里好像有一股莫名的声响。杰夫还以为是母亲死而复生了，可开门一看却只见到躯体。也就在他四处寻找异常时，身后杰夫拿着手电灯照了过去，女孩声称自己是来找父亲的，并且一眼就认出了杰夫手中的手电灯。女孩慌忙询问父亲在哪，父亲听到有人呼救去查看，就再也没回来。可一旁的杰夫却表情紧张，告诉女孩是自己失手射出弓弩。此时的女孩也看见杰夫身后的躯体，现在的她已经慌张的连连后退，朝着森林里赶紧逃命。杰夫见状也冲上去解释，两人在森林里一直你追我赶，奈何杰夫的身后还有麻绳的束缚，不少一会儿就被麻绳缠绕在一起。此时的他早已坚信女孩就是个好人，为了上去解释，杰夫打开了麻绳，可殊不知他也将会亲手害了自己。杰夫追到一片空旷处，四处观望却没任何踪迹，直至在一棵树上发现了异常。他定睛仔细一看，却发现了惊恐的一幕。杰夫瞪大的双眼快要被吓傻，6个手掌居然向上爬后又快速消失。正当杰夫寻找着怪物在哪时，怪物早已经绕到了他的后面树上。此时的杰夫还十分困惑。
只见一根尾巴直接爬到了杰夫身上，随后又穿过了他的衣服，直至爬进他的肺腑。瞬时间，杰夫好似失去了理智一般。而另一边的弟弟迪克从睡梦苏醒，却发现哥哥不知道去了哪里，直到看见地上掉落的手电灯，他赶紧绑好麻绳前来呼喊。此时却发现哥哥的麻绳在地上，他赶紧用力拉着绳索，试图找回哥哥。可此时的麻绳上早已经没了哥哥的踪迹。这一下他终于意识到大事不妙，迪克连忙一边呼喊一边冲向森林，直至来到一辆车子面前停住了脚步。他似乎刚刚听到了哥哥的回应，可仔细一看却又什么都没有，直至身后麻绳被砍断后，车子却又亮了起来。哥哥杰夫竟然又转移过来，这一切简直不可思议。迪克终于开始相信母亲说的怪物了，大步朝着古宅的方向跑回家躲着。可就当他赶回来之后，却发现杰夫也同样出现在了家中。起初的迪克还有些十分疑惑，但仔细一看，杰夫的外表也没有什么异常，只不过是一直呆愣在原地。迪克还以为他是受了什么刺激，于是牵着杰夫的手开始做祷告。可未料杰夫却悄悄拿起一把刀子，也不管3721，直接砍了上去。好在迪克趁着一点空隙跑出了房间，可在外面等了许久也没见杰夫追上来。而此时里面的杰夫早已点燃了窗帘，随后再慢悠悠地走出了屋外，坐在地上等着迪克自己出来。等到迪克缓过神来时，古宅里面已经遍布了烟雾，客厅也早已经被大火覆盖。但好在迪克还爬到了屋檐上，暂时躲避着大火的侵袭。可当发现杰夫正守株待兔后，迪克只能再一次返回到屋内。慌忙中他准备去地窖先躲起来，可未料此时却发现母亲居然躲在窗帘后面呼唤。他试图装作慈爱的模样，引诱迪克投入怀抱。可迪克明白这是怪物的化身，于是他赶紧来到了楼下，打开地窖。等到怪物变化的母亲追过来时，低头一看，地窖里却又什么都没有。而此时迪克在身后突然出现，直接将母亲一起灌入地窖。在迪克不断复述着祷告词之后，怪物成功化作了灰烬消失，而迪克也就此陷入了昏迷。直到1天后，消防队赶了过来，这才将昏迷的迪克成功营救，随后便被直升机带往了城市。一路上伴随着发动机的轰鸣，迪克也从昏迷中渐渐苏醒。等他缓过神来，扭头一看，杰夫居然也被救了下来。此时的迪克还欣喜若狂，可他全然不知哥哥早已今非昔比。也就在昨天古宅被大火吞噬时，坐在门口的杰夫拿起相机自拍了一张，而这张被记录下来的照片说明了一切，因为在他的身后，怪物的魔爪早已隐形地抓住了他的肩膀。